Puerto Rico. Esta bomba yo la dedico a toda mi gente de Puerto Rico, a la familia Fontanet allá en Cupe Alto y Lo Mejía en Vega Baja. ¡Que gocen! ¡Sí! Bomba, bomba, para siempre. Bomba, bomba está presente, aquí lo canta mi gente. Bomba, bomba, para siempre. Baila, baila y goza, mi bomba puertorriqueña. Bo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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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 siempre. Yo te traigo esta bomba puertorriqueña. Yo te la traigo de Cupey, de Vega Baja y de Santurce, de todas partes de Puerto Rico. Esta bomba yo la dedico a toda mi gente de Puerto Rico, a la familia Fontanet allá en Cupe Alto y Lo Mejía en Vega Baja. ¡Que gocen! 或者扩动的时候，它可能油灯就会跑上来了。我们来看一下，油灯现在跑上来了。 Bomba, bomba, para siempre. Baila, baila y goza, mi bomba puertorriqueña. Bo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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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 siempre. Yo te traigo esta bomba puertorriqueña. Yo te la traigo de Cupey, de Vega Baja y de Santurce, de todas partes de Puerto Rico. Esta bomba yo la dedico a toda mi gente de Puerto Rico, a la familia Fontanet allá en Cupe Alto y Lo Mejía en Vega Baja. ¡Que gocen! ¡Sí! Bomba, bomba, para siempre. Bomba, bomba está presente, aquí lo canta mi gente. Bomba, bomba, para siempre. Baila, baila y goza, mi bomba puertorriqueña. Bo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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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bomba, bomba. 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部从彰化来的 W126铁灰色的300 SEL 的分油盘回装引擎测试。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分油盘经过大哥内外都整修过了，外观也经过喷砂所以看起来好漂亮、好干净跟周边的零件就产生很强烈的对比。那这颗分油盘它碰到的问题，第一个，它这个油压传感器严重漏油，大哥已经做更换了。再来就是它的那个分油盘它的出油量
还算平均，每一缸都大概在140全油门，1分钟全油门。那在大科技带上面应该在170墨，少了30墨，这个是普遍30多年的车子碰到机喷所碰到的问题，大概都少了30墨左右。那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这部车子应该还是可以发动，只是发动起来会吹不到油。那其实这部车子它发不动的真正的原因，其实还不是喷油盘的问题。喷油盘以这个状况应该还可以发得动，只发动起来跑不了。那它真正的问题是发生在它的高压线高压线跟它的分电盘的问题。那分电盘这个分电盘很奇怪，大哥也没看过，这个不晓得是哪个牌子的分电盘，它竟然它那个接点跟接点跟那个分电盘的座都脱离了一拔出来，几乎每一缸都脱，每一个都脱离了。这个绝对不是知名厂牌的分电盘因为它接触不良每一个都松脱脱了，就松的那分电盘必须要更换大概已经换上贝鲁的我记得是贝鲁的厂牌，因为大哥绝对不用不知名的厂牌，为了省那几块钱，结果呢反而把我们维修师傅的时间都浪费掉了。那高压线它的高压线也很糟糕，尤其是第一缸的高压线，这样都吸力孔这边外套都断掉了。那其实这个原因也可以理解，因为当一部车子不正常的时候呢，你就会一直拆修，那会一直把火星塞或者是相关的东西，就都把它拔断了。那高压线大哥已经换掉了分电盘，打火头还好，打火头我大哥把它整修过以后还堪用，但是分电盘就已经换掉了。那再加上这个我们那个高压线盖板原来是有经过喷漆可能跟这个银色一样，喷得很难看。大哥用的是那个松香水把它全部洗干净，那看起来就舒舒服服的整整齐齐的。那再来它的火星塞，它火星塞用错了，火星塞它是有电阻的应该 H7DC， 它是换 HR7DC， 这很正常的，这每一家保养厂都会碰到的问题，因为根本买不到 H7DC 没有电阻的，因为现在的车子都没有高压线高压线本身有电阻，所以火星塞就不能加电阻，所以没有电阻的火星塞在市面上几乎已经买不到了。那这部车看起来它应该是加拿大规的应该加拿大规格的。那里程数是69000多7万，我不知道这个里程数对不对大概，但是直觉上好像里程数不是这样子。那它缸压还不错就第一缸压稍微偏低，就是9 kgcm 平方，其他都在10到12之间至少它没有积碳引擎运转还顺畅这没有问题。那个缸压第一缸稍微低一点 OK 的，你只要不要零缸压，也就是说气门烧毁的话在大哥手上的引擎经过分油盘整修以后几乎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那它的火星塞大哥已经全部换掉 H7DC。那喷油嘴它的喷油嘴6支喷油嘴有2支喷油嘴必须要换新因为清洗不出来，厂商清洗结果不成功所以有4支用清洗的，2支用换新的。那这部车子呢还碰到一个问题碰到的问题就是说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它的这个流量感那个回流量回流量不足。回流量不足代表什么呢？代表就汽油从这里进来，从这边流回去油箱，1分钟要流回2公升。那我看它的汽油帮补状况还新的然后汽油滤芯也是新的，所以说我们不用怀疑汽油帮补老化。但是它汽油回流量1分钟要2公升以上。等一下我们引擎发动会看到只有1.5，那实际上车子在道路测试的时候一回来
只剩下1.1，也就是说它油箱是堵住的，那所以说可以发动，好，但是就不能跑长途，跑长途的话会吃不到油，到时候呢油流不下来哈，因为大哥已经加了800多块的油，应该20几公升啊，还有它的这个油量浮筒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它油量浮筒也是出问题，油量浮筒它卡住了啊，应该为什么会卡住呢？因为生锈，这个窟窿的时候，它可能油灯就会跑上来了。你来看一下，油灯现在跑上来了，啊，没有用水，结果呢，水塔积了一堆脏东西，把我们的水路水龙头都堵住了。这个车子就是这个状况，这个车很明显就很久没有开了。今天大哥把它弄好以后，这车子会很好开，很好开的时候你就会常常开，常常开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因为我们会加汽油，会用汽油，那就会有个大循环，油箱就不容易生锈。那它这部车子的就是油量不同，有时候低油量，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灯又一直亮，油灯一直亮啊，这个代表这一般来讲不是仪表的问题，是油量不同的问题，也就是因为太久没有开。造成油箱里面的铁锈，把我们里面的包含我们的油量浮筒也堵住了，所以油量浮筒大哥要更换。还有车子里面的电动窗，右后电动窗不作动了，这个要处理。然后再来就是它的鼓风机，鼓风机噪音很大，它鼓风机也要更换。再来它的冷气冷气也还没处理，这冷气压缩机也不行了。那管路因为都是 R12的，我们看到这边都是 R12的。那今天 R12的冷媒你现在也找不到，到日后要补冷媒，那就麻烦了。那所以说这个冷气的部分我又要花2-3万块钱，那个压缩机要换掉，要换新的。换掉新的管路要全部重新清洗，换成 R134的冷媒的话，可能要花2万块钱，3万块有找了这部车子现在碰到的问题大概是这样子。其他我试车的结果变速箱很棒变速箱非常好，没有我换挡顺畅没有顿挫，也几乎不会踢屁股变速箱状况是不错。避震器也还好，那前面的底盘噪音，就是活动关节的部分，前单的活动关节，也没感觉到有什么杂音呐，但是因为它这个是临时牌，所以大哥不敢跑远只是在这附近绕绕，但是我们大概得到的结果就是刚刚所讲的，那我们到车子里面来，我们来发动引擎。来看看这部车很多年没有开之后第一次发动，这油箱就是一个造成很大的问题。这部车 ，OK， 我大概把红火，我们看看这个电动窗这个右后电动窗是不作动的这没有作动，完全不作动。右前是 OK， 右前 OK。右前 OK， 其他3个门都还好。然后呢，油量浮筒要换掉油量浮筒不行了。其他的座椅调整都还好鼓风机很吵，我们打开鼓风机看看，鼓风机非常吵的。我看引擎没有发动，鼓风机不转好，我们来做个引擎发动。好，大哥来，红火，温度差不多80度左右。一转一发就动了，热是一发就动了，很顺畅。所以这个 M103这个引擎是没问题的，这跑50万公里都不是问题。排气管也还好，排气管没有破。
这个车主他还要花很多的心思啊，整理他的内装我们看到这个内装这边也裂开了还有可能就是引擎弄好以后什么事都好办了，开起来就舒服。很多事情就慢慢来吧。我们来看这鼓风机它不做动，好吵。我关掉，打开。这鼓风机要整理了。我们来开冷气，看冷气，几乎没有做动。压缩机有在转，一点冷气都没有。这压缩机坏了，压缩机没力了。然后冷媒也没，冷媒应该有，冷媒不足的话，压缩机就不转。压缩机有在转，但是一点冷气都没有。这压缩机要换了，这是一笔花费。好，我们再来关掉引擎，重新启动。好，这一准。我们到外面来，来看看引擎这边的状况。首先我看到回流量我们看到这个右下角1.58这个1.58现在是静态，因为大哥刚刚试车回来。他如果在试车完回来，只剩下1.1，这引擎就快熄火了。所以这个油出不来，回流量不足，这一定要油箱要花。油箱，如果倒霉的话，还要拆油箱想办法把那个油漏掉，滤芯清一清，那再多做几次清洗滤芯油箱里面的滤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倒霉的话，可能就要拆油箱了这一半。我们看到转速现在目前是650、700转然后我们看上面有3个表最右边是怠速马达工作电压5伏到6伏标准，那中间呢是流量感知器大哥换新的因为它磨损了，目前的校正电压是1.1伏也标准最左边是它的胎压阀的风速的电流也标准这个引擎还不错，感觉上声音还蛮细的延速感觉上应该不会是很高了，但是就看引擎这个状况。好，我们来拉个油门看看。刚刚顺畅。那这部车从彰化来，那请大哥，因为他临时牌要回去的话就两个办法，把车子亲自来开车，顺便从台北开高速公路回去，有临时牌应该 OK 了。那第二个就是坐回头车，大概2000多块吧。彰化来都2000出头了。因为这个车很久缺少照顾了，看到脏兮兮的。从这边大哥这边离开以后，那车子会非常顺畅。那非常顺畅之后呢，我们就会喜欢开。那喜欢开就会天天开，天天开的话，这车子就健康。就像老人家不要老是躺在床上，一定要多运动，血液循环，这车子最健康。油箱也不会再水锈堵塞，端油盘有水电在运转，这个引擎就活过来了。好，那今天大哥的报告就到此结束，拜拜。